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8月3日啊。咁啊，首先要多謝各位讀者啦。我呢本新書咧7月23號出版，貨幣思想與歷史通論：中國經濟史嘅變局與抉擇。一出版幾日咧就登上咗博客來咧暢銷書榜頭100名，而家排第91名。作為一個新書嚟講咧，成績相當唔錯嘅。無論你係經誠品啦、博客來啦、金石堂、墊腳石、樂天，咁咧呢啲訂咧你送去美加咧，其實都係5-6日就送到啦。我自己係6日送到嚟英國，去歐洲應該都係咁上下時間。而且咧寄書咧係唔會收稅嘅嚇。咁如果送去香港咧，據說就係2-3日啊收到。咁所以有興趣嘅讀者咧，就請大家咧網上可以訂閱到啦。咁嘅情況。咁嗱，今日繼續讀書。星期日啊嘛，上次咧就讀咗《黎智英傳》。《黎智英傳》咧個作者係祁福德，係一位資深嘅傳媒人啊，曾經咧係擔任過南華早報嘅總編輯，亦都咧係做過英文虎報嘅社長兼總編輯。咁啊，佢係歷史學嘅博士嚟嘅，係港大畢業嘅嚇，港大歷史學博士。咁啊，呢位喺香港幾十年嘅一位傳媒人啊。佢咧就係能夠第一手資料咧就掌握到黎智英喺獄中嘅情況，亦都咧訪問咗好多相關嘅人士嘅，包括喺壹傳媒啊、蘋果日報啊，或者黎智英屋企人啊等等等等。所以佢個呢個傳記個可讀性咧都係頗高嘅，而且咧即係佢今日直頭有消息啦，就喺今日嘅，其實就話咧呢個黎智英咧好可能係死於獄中啦。呢個就係佢嘅睇法。咁因為佢唔同曼德拉，曼德拉就坐監幾十年，30幾年，最終可以做咗南非總統。因為南非可以光復啊嘛。咁啊，亦都唔同228事件啊。呢個施明德啊、呂秀蓮啊、後來嘅陳水扁啊，呢啲咧坐監多年被判終身，有啲被判10幾年，坐完之後咧都可以翻出嚟咧。經歷個政黨輪替，因為黎智英咧而家年紀已經好老埋啦，佢同頭先嗰啲人物唔同，頭先啲人物咧都係年輕啊，30-40歲咧入獄嘅，咁你坐監30年出翻嚟咧都係60-70歲咁但係黎智英而家咧年近80咯，即係佢能夠好似曼德拉嘅情況咧個機會咧非常之渺茫咁所以呢個就係黎智英嘅情況。作者祁福德咧就認為咧黎智英好可能咧係死於獄中嘅，因為佢而家已經坐咗好幾年監啦，2021年坐監坐到而家啦，國安法咧都未審，佢已經坐咗幾年監。咁佢坐咗幾年監咧就有幾條控罪嘅，一陣間會詳細解釋下。咁咧作者祁福德咧，我認為咧作為一個傳記，佢係寫得相當好嘅，因為咧佢上次導讀咗啦，就係佢寫黎智英喺80-90年代做生意嘅經歷，咁啊可以簡單形容黎智英係一個咧徹頭徹尾嘅一個投機主義者呢個喺傳記裏邊咧都係表露無遺嘅。寫傳記一定係要客觀噶嘛，你就唔能夠只寫佢好嘅，唔寫佢壞嘅好似啲才子幫某啲商人咁你淨係寫好唔寫壞嘅，咁就好唔得噶。咁所以咧一定係要將佢完整嘅人生咧係建立出嚟。咁黎智英喺90年代咧就建立呢個嘅壹週刊，後來嘅蘋果日報都係秉持咗咧一種極端嘅採訪手法，甚至乎係無中生有、誇大俾錢陳健康去嫖妓，為咗追查即係報導陳健康咧嗰種腐朽嘅生活。咁呢一種係完全有違傳媒道德嘅。咁呢個亦都係偷拍藝人明星啦，用長鏡頭影人哋喺屋企換衫啦。咁呢一啲咧喺呢本書裏邊咧都表露到出嚟。咁咧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黎智英去到2003年咧，佢徹底咧有一個轉捩點。呢個轉捩點咧就係投入咗社會運動。蘋果日報同社會運動係緊緊連結咧，就係03年咧7·1遊行前開始嘅。咁呢個第一就同谷銷量係有關，但係黎智英咧除咗谷銷量之外咧，佢攞自己嘅錢去唔同嘅報章，明報啊、星島啊、成報啊各方面嘅報章咧去賣廣告，賣頭版廣告，呼籲人7·1上街。所以咧佢唔純粹係為咗自己嘅立場利益啦，佢喺03年嘅時期咧就係既有自己嘅立場利益，亦都咧有呢個嘅佢自己嘅生意嘅利益喺裏邊係結合咗嘅。因為咧佢就係從來就受張五常啦，受呢個嘅林行止啊，受費利民啦、高斯呢啲咧自由經濟學者最深影響嘅，當然係海耶克。呢個就係我上半集咧導讀嘅。咁下半集咧我要導讀佢坐監嘅情況。呢個咧黎智英咧佢喺佢阿媽
過身之後咧，高齡過身，佢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轉變嘅。嗱，第一次佢結合咗政治就係03年7·1，咁令到呢個嘅50萬人上街啦嚇。香港咧係89年之後咧破天荒未試過有咁多人上街噶啦。咁然後咧去到14年咧，佢亦都推動咗佔中運動啦。喺蘋果日報一週刊裏邊咧，鼓吹宣傳戴耀廷教授嘅一個違法抗命嘅一個思想。咁啊，但係咧去到2014年嘅時候咧，蘋果日報嘅生意大跌，始終佢係一個生意人，一定要考慮呢樣嘢。所以佢喺2014年年底咧，佢辭去咗董事局主席。當時咧就請咗個新嘅 CEO 叫張家星。點解要揾呢個張家星去做蘋果日報做壹傳媒嘅 CEO 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呢個張家星喺大陸做開生意嘅，佢喺大陸嘅 Walmart 即係美資嘅超級市場啊，做中國嘅總裁。佢同黎智英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因為佢熟悉大陸市場。咁點解黎智英要2014年請呢個喺 Walmart 做總裁嘅人嚟壹傳媒咧？佢目的就係希望挽回蘋果日報或者壹週刊喺大陸嘅潛在生意啊嘛。咁我從呢個傳記裏邊睇到咧，黎智英同埋佢嘅 partner 好多嘅 partner 都係訪問佢當日去台灣搞蘋果日報嘅時候，都係諗住賣喎。其實做好咗就係諗住賣噶咯。而事實上咧，就曾經同好多唔同嘅媒體或者好多唔同嘅集團洽購過去賣。個目的係點解要賣台灣壹傳媒咧？因為第一唔會好賺錢。搞傳媒好難賺大錢嘅，但係搞傳媒就有影響力如果佢搞傳媒賣咗俾旺旺集團，咁咧佢就可以咧有一啲嘅錢套現之餘咧，就擴大佢嘅影響力。呢個係黎智英咧喺傳記裏邊咧受其德福訪問嘅時候都講到明嘅。佢搞台灣蘋果日報係為咗翻大陸做生意嘅因為你有傳媒影響力咧，就好似即係何柱國咁買咗星島做咗政協常委喎。因為當你有傳媒影響力咧，大陸咧就可能會開個大門俾你翻去做生意。所以從傳記裏邊係睇到咧，黎智英喺2000年代初去台灣搞壹傳媒個目的係為咗翻大陸做生意。大陸當然係唔會俾你做呢個嘅媒體生意啦，因為黨媒姓黨噶嘛，就算非黨媒都係要跟黨走噶嘛。咁所以咧，好可能咧，黎智英係仲幻想翻去大陸咧做其他生意嘅。而黎智英事實上都做過其他生意噶，譬如話佢喺早期喺90年代初、2000年代尾已經係搞一促銷即係蘋果促銷呢個蘋果促銷就係類似係早期嘅網購，但係佢走得快咗，結果蝕大本啦咁就係攞一份即係 catalog， 然後就可以咧打電話去訂呢個嘅送貨嘅。咁但係香港咧太方便啦，香港啲人咧就中意落樓下買嘢，見到實體實物啊嘛，所以佢香港嘅網購咧係比全世界大部分城市咧都係慢咗嘅。美國嘅 Amazon 做咗5-6年之後咧，當時就係呢個嘅黎智英就睇到網購嘅巨大潛力，但係結果香港咧到今天網購仍然係比歐美比喺大陸咧係落後嘅，就因為香港太方便啦，樓下街市就乜都買到啦，商場乜都買到啲人係中意有嗰個實體感喺裏邊。咁但係咧 anyway 咧，黎智英喺2014年辭職咧個目的就係咩？就係希望挽回生意，因為當時好多廣告商就接受到呢個嘅恐嚇認為咧如果你喺蘋果日報落廣告就冇辦法同大陸做生意啦。因為喺佔中期間咧，黎智英同埋佢旗下嘅壹傳媒就深度介入咗呢個佔中運動多次採訪佔中三子宣揚戴耀廷嘅即係所謂嘅違法抗爭嘅思想咁結果咧令到蘋果日報咧廣告銷量跌咗 25%， 盈利跌咗 85%， 即係大集團完全唔落廣告啦，惠康都唔落。以前百佳唔落啫，因為佢成日鬧李嘉誠啊嘛，但係惠康都落噶嘛，牛奶公司都落噶嘛仲有其他嘅萬寧嗰啲都落廣告噶嘛，屈臣氏唔落，萬寧都落，但係結果咧嗰刻咧連呢啲鋪頭都唔落廣告，所以咧大集團唔落廣告，暴跌咗 85%。咁喺呢個時候咧，黎智英辭去咗公司嘅董事，目的就係希望挽回翻呢個嘅壹傳媒嘅生意，令到佢可以 sustainable。所以喺到2016年啦，其實當時咧就係由呢個嘅 Walmart 啦嘅前中國總裁姓張嘅位咁就係掌管啫。所以咧去到2016年咧，發生咗由本土派咧策動嘅一場所謂魚蛋革命啊嘛。
咁黎智英以及當時嘅蘋果日報咧就係譴責呢個嘅暴力行為嚇，佢哋嘅報導大幅咧係突顯咗呢個嘅示威者嘅暴力行為，同2014年嘅時候咧突顯警暴咧係完全唔同嘅。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將蘋果日報咧變得較為退居二線，唔好再同北京咧對着幹。呢個係2016年嘅情況喎嚇。咁但係黎智英咧始終係蠢蠢欲動啊。雖然咧壹傳媒嘅風向係轉咗，但係根據呢個作者講法咧，黎智英咧即刻聯絡蘋果日報嘅副社長陳佩敏啊，就要求要訪問岑敖暉抗爭者啊嘛即係黎智英就希望咧唔希望蘋果日報完全係走向示威者嘅敵對一面要擁抱示威者。咁喺呢件事之後咧，蘋果日報又開始左搖右擺咗一段時間，直至到2019年發生咗呢個大型嘅社會抗爭運動。咁黎智英有深度介入啦，佢亦都咧係見彭斯去美國當時咧美國副總統彭斯就會面，而彭斯咧就話佢喺呢個嘅白宮咧即係好多人訪問過黎智英係佢見過最深刻嘅人嘅之一佢就話佢係一個偉大嘅自由之師。嗰一次嘅對話咧，令到呢個黎智英係更加堅定嘅亦都令到彭斯更加堅定，要為呢個人以及同佢一樣熱愛自由嘅香港人同中國人發聲。佢同彭斯咧喺白宮咧19年會面咗45分鐘啦，呢個係國安法仲未生效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即係國安法審判咧，我一直期待咧會唔會有咩好確實嘅證據講話佢係收 CIA 嘅錢係呢個美國嘅走狗咁啲即係紅媒共媒就吹咗幾十年啦，但係到而家都冇任何確實嘅證據係收過 CIA 錢即係冇即係估嘅啫。其實即係呢個嘅共媒左媒同坊間嗰啲牛頭角順嫂一樣，都係估黎智英係 CIA 嘅間諜嚟，係搞顏色革命，係美帝嘅陰謀冇咁佢係見彭斯都係正常申請嘅，好多香港嘅政要都係見過美國嘅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包括特首董建華都見過啦，係咪咁黎智英咁作為一個傳媒人，好多傳媒人都見過副總統嘅，見過國務卿嘅咁但係到而家咧，我都好期待有即係震撼嘅資料，但係到而家未見到有咁即係我係作為做歷史學研究嘅，你有震撼嘅資料先能夠為我寫嘅香港史可以做個注腳噶嘛。好啦，2020年當時咧，其實黎智英咧就有好多人勸佢走，包括我所識嘅人咧，有啲人都話要勸佢走嘅，但係佢冇走。2020年嘅2月28號咁黎智英咧就喺審問期間遭警方上門啦，就係因為呢個上門控告佢咧，導致個國安法之後佢走唔到。因為呢個2020年嘅2月其實係最後機會黎智英可以走嘅，佢當時仲係清白之身啊嘛，但係當佢拉咗佢嘅時候就告佢非法集結。坦白講喺2014或以前咧，簡單嚟講就係1967年以後非法集結一般嚟講都係輕罪嚟嘅，就算你多次犯罪咧，好似梁國雄長毛都係坐幾個星期、10個星期、8個星期咁就算嘅因為非法集結都係一種公民抗命嘅方法，咁所以法庭一般嚟講會係輕判啦。咁但係黎智英喺而家呢一刻咧，佢就唔意識到咧整個社會氣氛係轉變咗，因為喺北京嘅角度，治亂世就用重點19年香港咧，佢哋認為係進入咗亂世啊嘛，所以而家叫由治及興啊嘛由亂及治，由治及興，香港係亂，所以亂世就用重點，咁所以結果咧就係呢一次嘅拘捕咧，就導致有黎智英咧就唔能夠離開啦然後同一時間咧再翻出一名東方日報喺3年前喺2017年嘅時候咧，6.4燭光晚會就係同黎智英鬧交，黎智英咧就話即係鬧交啫，咁但係個東方日報嘅記者就話佢刑事恐嚇佢，咁結果又拉埋佢用2單案件，然後7個禮拜後咧，警方咧再一次喺4月18號咧拉黎智英，拉埋李柱銘10幾名民主派嘅人士，就指控咧佢喺19年嘅8月18號啦，至到10月1號非法集結，咁多單非法集結啊，咁然後啦呢個嘅同一年咧嘅6月4號，
咁啊，黎智英幾十年嚟都係參加六四嘅，咁但係嗰陣時就有限聚令啊嘛，咁啊結果咧黎智英咧就冇去參加六四晚會，亦都冇六四燭光晚會啊，佢只係去到維園外邊落咗車默禱祈禱啫，點咗一支蠟燭悼念31年前嘅北京天安門事件。咁啊面對住記者嘅訪問咧，佢都冇發聲嘅，默禱之後咧就離開咗，結果就被控煽動罪。咁因為呢4條控罪咧，導致到國安法立法咗之後咧，佢冇可能離開。咁但係國安法問題就係話冇追訴權噶嘛，你只要喺國安法立法之後唔犯法，咁理論上就唔會話要坐終身啊，又話要如何噶，咁你咪喂頭先嗰啲控罪咪坐完咪算咯。咁但係唔係，佢到而家咧仲坐緊監，仲喺監獄裏邊咧等待咧法庭嘅宣判。咁啊呢個亦都受到咧國際社會詬病嘅主要原因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5月25號啊，而家咧法庭係審啦，審嘅時候咧就成日話佢咩要搞呢個國際版，咁但係國際版咧英文版咧。蘋果日報嘅英文版就係喺國安法生效前1個月嘅，喺5月25號啊，咁啊搞國際版，咁啊佢搞國際版呢，根據呢個傳記嘅講法，黎智英亦都係針對國際媒體警告國安法帶嚟嘅威脅，並呼籲制裁相關官員。嗱，呢啲係客觀嘅事實嚟嘅。佢喺國安法生效前係有多次咧呼籲制裁相關官員嘅，咁但係當時嘅法律咧係容許噶嘛，咁啊問題國安法之後佢有冇繼續呼籲咧？呢樣嘢先至應該係嗰個罪名嚟嘅嚇，咁啊亦都希望啦去訪問特朗普總統啊，咁亦都提醒張劍虹啊，話美國會對中國咧係會實施制裁嘅。咁好啦，與此同時咧，黎智英公開呼籲，就令到北京啊更加嬲啦，亦都加快咗國安法嘅審核。咁啊，亦都因為咁咧，黎智英都明知道有可能係會凍結咗佢香港嘅一集團、一傳媒以及佢嘅資產嘅，所以佢大部分資產咧喺新加坡同喺台灣。咁根據呢本傳記嘅講法，佢有幾多資產呢？佢大概有6900萬美元嘅資產喺新加坡，喺台灣咧亦都有數千萬美元嘅資產。咁我估計咧，根據呢本書嘅講法啊，大概有1億美元係可動用資產嘅，係未被凍結嘅。喺香港嗰啲已經凍結晒啦。咁啊呢個書裏邊咧都有清楚講到呢樣嘢。咁好啦，喺呢個國安法生效前啊，好多個組織包括香港眾志各方面咧都解散啦，然後就有啲人離開啦。咁啊國際特赦組織嘅雅米尼啊，亦都指出，佢話咧呢一個嘅裁決本質上係將香港嘅民主運動廣泛應用口號視為非法嘅。咁佢就係針對咩咧？針對國安法嘅第一日，就有一個叫唐英傑嘅人咧，就係拎住個橫額喺揸電單車，咁結果就被控，而且係重判嘅。咁所以呢個咧係令到香港咧由67年以後所建立嘅公民社會言論自由，咁嗰個社會咧形式模態咧係完全徹底改變咗嘅。咁似乎喺2020年即係國安法生效之後咧，香港就變翻同1967年或以前咧嗰個叫做治亂世用重典嗰種模式咧係走翻一個回頭路嘅。咁好啦，黎智英咧就喺呢個時候咧，佢亦都仍然有一啲嘅想法嘅，希望繼續建立影響力啦。譬如話咧，當時比特幣就已經好流行啦嘛，咁佢就覺得應該用區塊鏈。因為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佢當時喺蘋果日報網上版咧就搞咗個公投嘅，結果咧就係每秒受到2.5億次嘅攻擊，結果就係癱瘓咗。咁所以佢覺得係咪應該利用區塊鏈去搞咧，令到下一次喺網上搞公投泛民初選又好咩公投又好啦，都冇咁容易受到呢個網絡攻擊。所以咧喺當時2020年嘅6月咧，國安法生效前咧，黎智英咧仲非常之活躍，仲希望咧可以即係做到一啲佢希望做到嘅事情。但係社會嘅形勢咧就急轉直下啦，咁唔同啦。咁國安法生效咗之後咧，好多人都被捕。咁包括咧呢個黎智英咧仲被告呢個欺詐罪。呢個欺詐罪就好厲害啦，亦都黎智英嘅屋企人啦，前妻啦同埋2個仔咧都被捕。欺詐罪就係講個土地使用用途，呢件
案件咧亦都被判咗5年嘅，所以咧黎智英一直都喺監獄裏邊啦服刑嘅。喺過去30年啦，佢一直話會留喺香港。早喺1994年嘅9月咧，佢就喺一週刊裏邊嘅專欄裏邊咧係起誓，佢就一再拒絕朋友咧勸佢離開香港。佢重申香港俾咗一切佢唔會離開香港。佢只係試勸佢一次啫。黎智英嘅 friend 叫基恩將軍啊，咁啊，但係咧佢好堅定地，佢話我必須留下，離開係唔啱嘅，太懦弱啦，所以佢就冇留下，冇離開，一直留下。咁啊，直至到咧而家係即係坐監咁多年啦，咁啊國安法可能咧即將就宣判啦，咁啊呢個就睇下咩情況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喺監獄裏邊咧，佢都係堅守嘅。第一就係祈禱啦。第二咧就係做接信封，因為咧佢係喺監獄裏邊咧係要勞動噶嘛，咁佢喺監獄裏邊咧就負責接信封。接信封咧佢用火速嘅態度咧，火速嘅行動力咧去接晒所有信封咧，就希望咧可以咧翻去寫書，翻去寫文章同埋睇書嘅。咁懲教處嗰啲人員咧就覺得好奇怪，點解要咁做咧？咁佢喺監獄裏邊咧亦都幫好多獄友咧係揾到工喎。啲獄友咧出咗去之後咧，就經佢嘅關係咧，就去做保安員又有啊，做其他工作又有，甚至乎佢就話想幫一個懲教處嘅人員咧，喺出邊咧，亦都解決一啲嘅生活嘅疑難嘅。咁但係咧，佢嘅法律團隊咧就勸佢唔好咁做，因為可能咧會形成賄賂，所以佢就此作罷。咁所以入到去監獄裏邊咧，雖然佢係單獨囚禁，而作者裏邊提出咧就係聯合國喺1995年之後咧就寫明咧單獨囚禁只可以係最後手段。曼德拉咧就因為單獨囚禁咗數十年，亦都咧指出咗單獨囚禁咧嗰種痛苦所以咧聯合國咧就認為咧單獨囚禁咧只係俾嗰啲咧即係有嚴重暴力傾向嘅殺人放火嘅先會長期單獨囚禁。但係黎智英咧喺監獄裏邊已經單獨囚禁咗好多年啦。呢個咧作者就指出佢違反咗呢個嘅國際人權公約嘅，而香港係國際人權公約嘅簽署地區㗎嘛，咁所以呢本書裏邊咧睇到黎智英嗰個轉變咧，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個結論就係佢以前喺90年代做傳媒嘅時候，用啲好卑鄙嘅手法，咁其實係貫徹咗黎智英一貫嘅性格嘅，就係做事要做到盡。咁喺03年嘅時候咧，佢覺得一方面要賺錢，但係同時間咧佢覺得要回歸香港，所以佢攞佢個人嘅私人嘅資金咧去其他報章度推動啲人上街。去到14年嘅時候亦都係如是，但係遇到生意重大嘅滑鐵盧，所以佢就辭去咗公司董事局主席，而且咧佢一直諗住翻大陸做生意嘅。但係去到14年嘅時候，似乎咧呢個可能性係越嚟越低啦。尤其是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後，佢哋嘅關係更差，可能性係更低。咁但係咧佢仍然希望保住香港嘅生意，佢嘗試多次諗住賣咗台灣嘅生意唔成功，但係希望保住香港嘅生意。咁結果揾一啲嘅喺大陸有經驗嘅生意人嚟管。蘋果日報咧個風向咧喺嗰個時候咧14至19咧轉向咗即係低調咁，但係19年之後佢就按捺不住，直接飛到去美國同彭斯會面咁所以呢本書都係好忠誠地反映到呢啲歷史事實。有啲人話喂，你成日導讀啲書會唔會令到個作者冇錢啊？咁我覺得我自己係作者啦，我寫咗20幾本書啦，有人導讀我嘅書我好高興。第一，你寫書咧希望多啲人睇啦。咁第二咧，我導讀咧唔會全本每一個 chapter 都導讀噶嘛。咁我係導讀咗2個 chapter 噶嘛。上次亦都導讀咗2個 chapter。咁佢有13個 chapter， 仲未計前言同後記。咁所以你哋咧可以網上訂佢嘅書啦，或者係即係電子書喺各大平台裏邊都睇到黎智英傳嘅。咁我覺得係寫得唔錯嘅。咁順便都可以訂埋呢本書。睇完我呢本書咧，去你嘅讀書平台，譬如博客來金石堂度咧，俾翻粒星，留個言，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知識有價，希望大家可以 join 會員啦。呢個會員咧有文字版，有獨家嘅內容，有優先睇，等等等等。拜拜。